嗨，大家早安！现在呢已经是越南时间的12点半了，也就是台湾时间的1点半。我的朋友呢已经出现了。昨天我一个人只去吃了1次粉，然后晚上去吃到那一家经过的米其林餐厅，有很多街头料理我都不敢去尝试。今天呢，他来了，我们现在预定，我们今天还是要去吃一间粉，然后一个越南面包。晚上6点，我们预定了一间在这边很有名的日式披萨店。对，我跟你们说，这一个 Airbnb 它没有主动提供吹风机，然后我就这样子头发直接干到早上7点多。房东终于回我了，我就终于用吹风机吹过了，不然我真的很怕会感冒。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用了一个新的护发素，我的头发就是很柔顺，然后我很喜欢，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好，走，我们要出门了，大家拜拜。我们是在来吃一间评分也蛮高的河店，然后这一间呢很特别，它这间是只有鸡肉，没有牛肉，也没有猪肉的，就有点像是穆斯林可以吃的那种吧。鸡肉其实没有很多块，就是切成薄薄的，大概5块左右。但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干的河粉，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要吃一个干的河粉跟一个汤的河粉，所以就来这一间。然后这一间的河粉跟我上一间吃的不太一样，是他们只有加葱，没有加香菜，所以感觉味道可能会比较清淡。不过河粉呢，也是有粗有细。所以我不确定他们的这个河粉是不是统一都长这样。我觉得这超级合台湾口味。但它里面有这种细细的这个吃起来很像柠檬叶的味道。就是有那种香料的味道，对，没有到真的烂，但是它就是软的。但我蛮喜欢它的汤，它的汤很清，可是很有味道，很有味道。我在网络上有看，这个会酸酸的，是因为它的这个河粉发酵的味道。现在单吃看看。这一碗60块而已。我昨天在那边吃的好像是一碗80块。我很喜欢半湿半酥的那种感觉。来一间咖啡厅。上面2个打星号的，一个就是椰子咖啡，一个就是淡咖啡，两个都是66000月币，所以等于台币的78块左右。他们做这个咖啡其实还蛮耗时的，因为他们就是用这种滴漏式，然后让它慢慢萃取。不管是冰的或是热的都有，这个应该是热的。
脆片。嗯，我感觉它的咖啡很少。哦，跟我昨天喝的那个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比我昨天喝的那个还要再更不甜，蛮好喝的。你就几乎都是那个淡咖啡的那种比较浓稠的那种质地，然后咖啡是融入在里面的。先喝淡咖啡，再喝这个是对的，因为那个是苦的。甜的吗？因为它有加牛奶，所以相对来说会觉得比较甜。2杯我都喜欢，但是如果你硬要选一个，哪一个会愿意让你喝的比较久一点的话，我会选这个。现在要带我朋友去换钱，也是在昨天的地方。我们经过了重重的困难，走到了这边。我受不了越南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机车呢会一直不断的扒喇叭，就算前面可能没有车，但是呢他们就是很习惯性的会一直按喇叭，就非常非常的吵。然后他们有一些路真的非常少跳，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杂乱。这边这几间呢，全部都是换钱的。然后我们从这间白色开始问，他对台币的汇率是842，刚开始是给840，可是因为我跟他说昨天我在这边换850，所以他就给我们845块，所以这里可能还是会比较好。因为他这里换的人多，所以它的汇率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好一点。然后这间我们没有问到，所以大家来换的话可以来这里问问看。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火车街了。原本说今天可能会下雨，还是有台风，结果呢，今天大太阳，超级热。录一段，你录得到吗？那我们不要进去好了。我们现在在火车街，但是呢，你在里面一点点。我们决定不进去了，因为好臭，真的好臭。这个火车一过，全部都尘土飞扬，无法理解大家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坐这么久。反正呢，我们就算打卡越南的交通。然后这2排就都是咖啡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这里吃冰优格碗，他们这间都是以酪梨为主，然后我想说可以喝喝看一个酪梨咖啡。虽然说他们这边的这个咸咖啡我们也还没喝过，不过呢，我们就还试试看他们的招牌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酪梨冰淇淋加香蕉。那这次是有回类吗？会去别的地方吗？就布隆湾那边，下龙湾，然后沙巴，对。沙巴可以。我帮你们跟上面的哪里讲？我们现在在西湖，这个是西湖的另外一边。现在这边呢，他们车子不能进来，可能是那边有什么活动。车展，买一台啊？什么？我乱讲的。哦，奶奶在拍爷爷拍照，好有爱哦！我也要拍一下他们。
这个环剑湖它有一个故事，为什么它叫环剑湖？是因为传说中黎太祖皇帝得到金龟神，就是那个就是龟塔嘛。然后呢，他得到金龟神送他的神剑，帮助他打败入侵的明朝。然后胜利之后呢，他在湖上泛舟的时候，有一只乌龟出现，并取回神剑，然后就是把这个剑归还给这个神界，所以这个叫做环剑湖。好，大家学到了吗？这个环境没有什么车，整个好像看起来感觉比较舒适。我昨天经过的 Uniqlo， 今天我们就来逛逛，看看河内的 Uniqlo 会不会便宜一点，而且它有3层楼，又解锁了一间城市的 Uniqlo 了。我们一起进去逛逛吧。好像没有比较便宜耶，这个系列这样子是350台币耶。我今天也是穿 Uniqlo 的衣服哦。我觉得越南的这一个系列很可爱，像这个就是河粉的衣服，然后这个是越南面包，然后烤肉饭之类的。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像我刚刚就随便找，像他们这个系列没有比台湾便宜耶，而且几乎是一样的价格。我们现在要去吃一间很有名的披萨店，就在这附近。现在又开始下毛毛雨了，所以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就要先回我们的民宿了。就是这一间，非常的幸运，现在有位置可以让我们先坐。Thank you。我们原本有预定，但是我们订错，我们订到明天。然后刚好他们现在就是还有一个2人的位置，只是我们可能要比较快吃完。然后因为刚刚在我们进来之前呢，已经开始有点下毛毛雨，然后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所以希望我们待会1个小时过后，希望是不会下雨的。然后我们刚看了一下他们的菜单，他们的披萨你可以选择你要每一个口味是要1整块的，还是你是要一半一半。普遍来说，每一个就是每一半的价格大概都是可能170、180台币左右。意大利面也是200块左右。然后他们的沙拉有还蛮多种不同的选择，然后也会有一些季节限定的东西。我觉得这边还蛮多那种欧美国家的人会很喜欢的，他们可能会有类似 cheese 盘啊，或是说他们有很多沙拉或是意大利面上面都会有生菜跟他们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 cheese。像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圆形的那种 cheese，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就会还蛮想要试试看的。然后他们这里的蔬菜其实很多，就他们的生菜有非常多种，像是有羽衣甘蓝的生菜盘这样，然后也有那种绿拿铁的饮品，你会觉得感觉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餐厅，但是他们的消费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其实是很平价。我就是点最基本的柠檬气泡水。熏鲑鱼酪梨沙拉，看起来很好吃哎！它让我很想要直接这样子包着吃。但我觉得包着吃很好吃哎，因为你所有料都吃得到。很特别，里面的脆脆的口感有那个大黄瓜脆脆的口感。
层次搭配，我觉得蛮刚好的，不会有哪个特别硬，然后哪个特别怎么样，就是都融合在一起。里面有生菜、酪梨，然后大黄瓜切片、熏鲑鱼跟柚子，还有起司碎，所以就是软软脆脆的，还蛮刚好的。第二道青酱蛤蜊意大利面。它的面体比较硬，然后比较干，然后青酱有一种，我觉得也是柠檬叶的味道，就是它的青酱有一种香气，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台湾的青酱可能是用9层塔，但我觉得它整体有一种油的感觉。就是如果整盘都一个人吃完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腻，可是它有一种海鲜的鲜味，就是它蛤蜊的鲜味，我自己觉得吃下去有一种鲜鲜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超级期待的披萨，这个是5种起司披萨，配上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布列特什么披萨。然后旁边这边呢是有蜂蜜，我是说原味的起司加上蜂蜜，真的超级好吃。马上闻到那个表皮很焦香的那种味道。这是5种起司的薄皮，炭焦香超级浓，可是它也没有弄得很焦，可是它就是有一种还蛮浓的焦香味，然后里面有这蓝起司好像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有一些人会不敢吃。我觉得这个的味道很重，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种苦苦的味道。可是它虽然是有很多种起司，可是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腻。好，我们来吃吃看蜂蜜。加蜂蜜就对了。假设你是选3种起司加上蜂蜜，你可能就会觉得蜂蜜有点甜，但是如果你配了蓝起司的话，就是甜甜苦苦，有中和掉。我们很会搭配。它这个披萨的饼皮应该是窑烤的，它才能够窑烤吗？窑，我刚没有看到，所以它就有那种窑的那种炭香味。生火腿布列塔披萨，先来吃一口原味。生火腿很薄，有一点点口感。我现在来吃加了起司的，因为如果它只是单纯的生火腿的话，生火腿会有点咸。加上这个乳酪之后的味道，它就比较圆润一点，就你不会觉得它的生火腿太过抢戏。然后它底部的调味是番茄的调味，是那种你会觉得很像真正的番茄用的番茄调味，所以它会比较有一点偏酸。我觉得加上蜂蜜应该会蛮好吃的。蜂蜜万岁！这个起司跟刚刚的那种5种起司味道完全不一样。它这个的奶味比较足，所以你会觉得它有点像鲜奶油的感觉，可是它又不会油。蜂蜜好棒，结果现在都已经快要吃完，我才记得要吃这个爱多美的苦瓜生态。等一下我们再揭晓我们这一餐吃了多少钱，大家也可以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账单。这样总共加起来是大约85万的月币，所以我们这一餐就是大概999台币，一个人就是500块。
Thank you。他们的窑。Thank you。嗨，大家。我原本应该是昨天晚上，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昨天买的什么东西，结果因为我的记忆卡就是时间快到，所以我就来不及拍。好，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是我在老城区那边有一间几乎都是卖猫咪东西的一间店，可里面有他们的衣服，然后有一些就是什么磁铁啊，然后贴纸，然后跟杯子等等，还有他们的小吊饰。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小吊饰也蛮可爱，就有点像是那种亚克力的那种。可是因为我平常没有在用那种吊饰的习惯，所以我就没有买。不然我觉得那个还蛮适合送礼物的。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到了杯子，然后因为我妈现在也变成就是很喜欢猫咪的一个人，然后加上她很喜欢杯子，所以呢，我就打算买杯子。他们的那个贴纸上面都有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杯子的图案。首先第一个，这个是我妈的，这个非常的可爱，这是一个生气的猫咪，而且重点是它的背面是猫咪的屁股，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黑色的。这个大小呢，其实我觉得刚刚好，就是它不会太大，因为有一些真的是像星巴克的杯子，有的就是可能更宽，然后这个就是刚刚好，很不错。这个是黑色的。因为它杯子是买2送1，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它的杯子上面有标价，然后我就去问店员是多少钱，我等下再跟大家说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很有越南的氛围，就是一只猫咪浸泡在他们的河粉里面，然后上面就写粉，可是它这个的正面跟反面的图案都一样，可是它非常的可爱。你看这个猫咪上面还是这种就是害羞的表情，就是很像它在泡温泉那种感觉，热乎乎的。然后这个红色也很好看。然后因为我爸他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喝啤酒，然后就有一只猫咪，它是橘红色的猫咪，就是它就是这样子坐着，半躺半坐着，然后但是它是流眼泪的，然后旁边有一瓶啤酒，就是有点像在借酒浇愁感觉。但是因为它就是在流眼泪，所以我就是觉得感觉还好，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个，这个是蓝色，蓝色也很好看。然后这个是一只猫咪在这个菜篮里面，然后我觉得很可爱，而且因为它又是这个黑白色猫咪，然后刚好我们家有一只小黑，它就长这样，然后旁边的字这些就是设计的也很可爱。可是它这个也是正反两边都是一样的颜色，然后这个是蓝色，就也很好看。我觉得我挑的这3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就是基本的蓝红黑。大家猜猜多少钱？你原本猜多少？我猜500。他原本猜1个500块，但是呢，后来呢，我就去问，然后他不是买2送1吗？我跟你们说，这个杯子的单价是台币的177块，然后台币177块，他又买2送1，所以3个只要350块，一个只要110块台币。拍拍手。然后因为我就很想要留一个类似磁铁或是什么的东西，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他们的明信片，就是你在街头，然后可能喝饮料、咖啡配上瓜子。结果我们这次来这边都还没有体验到，就是街边喝饮料跟喝茶，然后顺便啃瓜子的这个体验。因为其实地上我都没看到有瓜子，也没看到有人在外面啃瓜子。对，所以不知道但反正这个配色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明天呢，我们要去宁平半日游，希望明天不要下雨。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没什么想法。第一天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类似冲击或是比较特别有感受的地方，就是跟你原本的想象还是什么。我朋友说，就是要不是我约他来河内越南，不然他原本没有就是把越南排在他的很前面。那你来了之后呢，就觉得就是跟预想中的差不多啦，所以他才会排在后面吗？跟我想象中，其实我也没有想象什么，但是我没有想过会是这么的随性。我们讲话很圆滑，对，我们就是现在讲话蛮谨慎的。住在这个区域，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区域吧，算是适合住。我觉得很可惜，我朋友没有看到我们前一个订的地方的那个环境，
我这边就是有点太简陋了，对，就会觉得这里的卫生没有像酒店那么的干净，对，然后它提供的备品其实也不是像酒店这么的细完整，对，所以然后你就会觉得，那备品我都得自己再带过，就是对你得再自己准备。然后就是这里就是地方好，然后环境也还算可以，但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看细节的话，这边确实细节是不太 OK 的。对，如果整体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毕竟是这样的价格。对，以 CP 值来说，我们待会也要去买，就是对洗发精跟沐浴乳，我觉得至少会比较用起来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这些桌子这些我自己都有用湿纸巾，都已经先擦过。对啦，反正如果你比我还要龟毛的话，你就去住酒店，你就去住高级的酒店，不然我昨天连吹风机都没有然后还要特别跟房东说，所以这就是住在 Airbnb 的缺点。这边有一些店可以用信用卡，可是用信用卡的话，它就会有额外的3%手续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信用卡它对外币的回馈是多于3%的话，我觉得才会比较适合，不然你就是用现金还是会是最划算的。但反正我本来就是来这边之前我都没有任何的想象，可是我唯一的想象就是我会很喜欢这边的食物，我原本的想象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虽然网络上大家可能都是分享说5天吃了20间餐厅，然后可能大家都就比较只会拍餐厅他们在吃东西的样子，不太会拍就是在路边，然后你可能边走边拍的那种 vlog 还是什么的，就可能比较少。所以我就是看网络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对于这边有一个很全景的一个概念，然后实际来这边的时候，才真正的去体验到在这边的走路状况还怎么样。这边我觉得某些道路对于行人来说真的是很不友善的，就是他们可能人行道很小，或是没有人行道，你必须要跟车子走在同一个车道。说危险吗？其实你习惯就好了。但是会按喇叭，反正就按啊。对，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都是按喇叭，所以我觉得好像倒也还好，不会因为过马路，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生气，还这样都不会这样转过去想要骂人家，就是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就是自己也是这样子走，所以我觉得反而觉得过马路好像还好我觉得没有像网络上讲的这么的可怕。如果你本来走路速度就还蛮快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不会怕这个红绿灯，我觉得坚定的过了，你不要在那里犹豫不决，走到中间看到有车，然后要进要退，然后不知道干嘛。对，反正你就是要直接一点。那我觉得台湾人都跟团。对，说到这个，因为我今天下飞机的时候就好几团，然后刚才其实在环建湖的时候，其实那边也有一团。对，你知道，对，我原本昨天想要分享这个，就是我昨天从一早出来，然后到下飞机之后，我那时候就有还蛮多的感想。你现在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你知道我昨天上飞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搭来那一班飞机有种就是好像在台湾搭火车的感觉。全部我周遭几乎都是台湾的阿姨妈妈们，然后他们讲话就很大声，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哎呦，我现在是很像在公园听那些阿姨们讲话那种感觉。有就是也不要说他们很吵，就是有几个人讲话特别的大声，可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去反应，因为有可能他们是同一团的。然后我就这样听，就觉得说，这样是很吵还是怎么样？还是可能就是那个讲话的语气，我们本来就很习惯，所以就觉得有点亲切，然后也不到吵，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接受他们的这种讲话音量。但是你知道，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是台湾人讲话的方式，就是他们对空服员也都很热心，然后就是会很热情的说啊，谢谢所以很难那个如果我前面先就是叫他们先安静一点然后我可能后面就比较难会听到他们就是这样讲谢谢台湾人让人家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打台湾人怎么办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要出去买我们的洗发精沐浴，然后顺便去逛逛一下晚上西湖的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